被3个愚人众执行官包围的呸。哎，这个地方也要。哎呀，各位，被3个愚人众执行官的配音演员包围，我很害怕呀。如果我被抓了的话，请来救我。角色串了，除了于栋，现在的我们都不是执行官。角色串了，只早用。对不起，但是是于栋啊，不是执行官，于栋就是于栋。反转了哦，愚人众才是被包围的那一个。好了，回到正题，欢迎于栋和子英做客我们的茶会。欢迎！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欢迎自己的？好像4个话痨这2位好像都只上过我们的那个特别版本，还没有来闲聊过，对吧？所以现在特别兴奋，你看他们。没错。对啊，所以被通知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慌的啊，因为特别版本的时候我还可以说一说那个版本内容就混过去了。划水是吧？现在我就不知道原来就是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万一说了什么奇怪。不要慌，说了那种东西的话，你就对不起就行了，大家爱听。别慌啊，我作为主持呢，是会好好引导你说出你自己的黑历史的，不是啊，是真心话，对吧？比如说，现在就先来个自我介绍吧。好的，大家好，我是于栋，我是达达利亚公子的配音演员于栋。哎，不行，这个不行，要营业一下，好吧？导播不好意思，我们再来一条。这不道个歉。好，对不起。人种先签对是吧？冰柜神速，冰柜神速，冰柜神速。师傅别念了。大家好，我是公子达达利亚的配音演员于栋，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茶会和大家聊天。语气都很愉悦。满脸都写着高兴呢。如你所见，我是罪人的后裔，是骑士团的内鬼，现在来茶会向他们复仇。等一下，怎么人设都变了？暗改语音是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优拉的配音演员子英。嘿，哇！这个世界也在回应我吗？哟，你也有新语音了？那是，之前大家不都新增了那个开宝箱的语音吗？空宝也跟着沾了点光。哦，大家好，我是男旅行者空的配音演员录音。他已经都口糊了。大家好，大家好，很放松啊。希望大家都能获得宝藏。哎，我也来个宝箱语音。大家好，我是情和甘雨的配音演员林素。这一期是新的嘉宾嘛，那我们肯定也要就配音来聊聊，对不对？有没有和大家想分享的秘闻或者是感受啊、心得啊什么的呢？哎呀，这个，那我先来吧。冲！其实，在公子试音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很没有信心的。我也是，真的很紧张。什么？你也是给公子试的？没错，没想到吧？其实谁又能在试音的时候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呢？至少你们现在的配音都有很多人喜欢的呀，对吧？没错没错，我试音的时候更没信心。我试音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信心。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公子是试音的时候，就是他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亦正亦邪，直爽帅气，还有点中二，就很简单的一个初印象。我记得当时公子是进行了2次试音，我第一次就试得很一般，自我感觉很普通啊。然后第2轮的时候，因为当时也同时就试了其他的角色，类似的角色就没有中，然后就觉得公子应该拜拜 see you 了，然后立马就开始破罐破摔了。然后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吧，我感觉我就反而就放下来了，就状态也放松了很多，结果就中了。然后素姐告诉我说你中了，然后我中了，然后我就当时的确是一瞬间开心，然后立马就被能不能演好啊这种就担心就盖过去了。我也是，就试中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的担忧。对，是的，我也是。特别我试中男主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男大学生。你这好像谁不是？你这语气是不是太过于炫耀了？就想炫耀自己很年轻后。16岁，大家好。要点脸吧？我在试中情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普通的配音演员。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的，试中了之后反而会更加担心、更加紧张，因为好像一开始都没有说抱着很大的信心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真的中了就会觉得啊，我能不能把它演绎好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既然选择了你嘛，就应该调整好心态，对吧？选了你就说明在项目组也好啊，在大家的心里觉得你都是非常合适的。我可以。对，现在还有没有那么紧张？哎，其实还是会稍稍在意，就是能不能会好好的，就是把它表现出来，但是也没有一开始那么没有把握了。一开始真的怂啊！因为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是在对他的印象嘛，就是随着工作的过程也就丰富起来了，就能感觉到公子的主基调，他喜欢挑战战斗的快感，然后他有就是每天能比昨天更强一点的自信。对于自己呢，他就知道啊，争斗是给他带来快乐的。他也知道呢，在紧张刺激的战斗中，就是那种体会，那种跌宕起伏的体会，才是他看重的东西。所以他根本不会在乎输赢带来的任何东西，他只是想要他看重的东西。就是同时他也很想变强啊，当然变强不是为了赢啊，当然赢也是可以的，如果能赢的话，而是就是他变强是为了能体会到更加刺激、更加有趣的战斗，然后享受过程。哎，我觉得这点其实动宝应该好好跟他学学。没错，是不是？在配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就是要变得更强，是吧？公子享受变强的过程就好了嘛。公子一直都是我仰望的太阳。这样，好肉麻哦。对的，算表白，算表白。我还没有完对吧？对，我还有话要说，对。就是你看他的计谋，其实在里面也不算是特别的缜密，或者说新颖，对吧？缜密吧？对，就是但是他的过程就是一步步都是很清楚的，因为他很明确自己每一步想要的是什么，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当涉及到家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变得很复杂，因为他不想让家人过多的牵扯到危险当中，当然也想让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呢，小孩子的梦想能一直保存。就是面对家人的时候，考虑自己会少一些，对，他会更考虑其他的东西。这个反差还蛮萌的感觉，这一点很戳人。哎呀，不行了。然后，我这边呢，说到优拉的话，其实，当然试音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对，就只是了解一个大概，知道大概是这么一个人，比较洒脱的那种，其他也不知道。然后甚至于当时他后面有一段就是关于自己家族自述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奇怪。完了，直到后来慢慢去了解了他之后，才说 get 到了一些他的性格中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这点跟于栋就有很像，因为优拉表白，对，这集体表白现场，就是优拉可能对于我来说也很是一种就是偶像类型的一种存在吧，就是他身上有我想要学习的东西，有2个意象，我觉得是很适合去描述优拉的，比如说就是坚冰还有浪花。然后虽然说坚冰呢在游戏里面更多的是由劳伦斯家族的象征，但是优拉呢她并不只是反叛家族的那个理念，而是更多的继承了家族最初的那种荣光和最初的一种追求。然后所以呢感觉她身上有这种坚韧和包容能在她的身上交织，然后呢浪花呢也使她有柔软的一面，但是呢这个柔软并没有让她变得软弱，而是让她变得更加有这个勇气去面对，然后去包容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包括别人对她的偏见。然后坚冰呢又使她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去坚守自己内心，然后不会在这个成长的途中迷失方向。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很棒。因为扪心自问，我觉得如果他经历的那些事情出现在我身上的话，我一定做不到他这个样子，我肯定会崩溃，然后会大哭，我都会出现了，刚才我们在录制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状况，第一人有一个演员，史上第一个在录制到一半去上厕所的演员，哪有一半？只有你开始，你这是大名鼎鼎的子英同学吧？什么子英是谁？我不认识他。这是我们茶会史上的首位啊！真的吗？对，以前没有吗？当然没有了，大家都是不然嘞节目开始前上好呀。
我节目时间也去了。刚才其实子英跟于栋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在配音当中如何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这个角色。其实我作为导演来说，我们其实一开始在最初试音的时候拿到的对于角色的可知的部分，其实跟演员是一样的。我们并不会比你们知道的多，我们是凭借自己一些经验和一些简单的描述，去大概的知道这个角色可能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可能会去跟项目组去确认这样子他到底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所以一开始试音的时候，其实大家试出来的也会相对就比较单薄，只有在正式配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慢慢了解他，对完整的台本了，这个时候他这个人物的个性，他的内心才会慢慢的丰富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那种录到一半了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好像这么想的和以前想的不一样。对，然后就好像其实我在录自己的角色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录甘雨的时候就还好，我录琴的时候，从一开始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找到一个支点，因为琴可能是比较早期的角色嘛，相对来说当时可能大家对他的一些人物的设定啊，整个一个背景啊都没有说特别的丰富起来，所以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女骑士去试。对，但是对我是一直配到后面有一次他带着病在那个大树之下，在那个下面对风神祈祷的时候，突然之间跟这个角色产生了共鸣，我就知道原来他是一个不仅仅是女骑士，对他还有特别温柔的那一面。其实就是说有很多时候他是逼着自己在变得那么强的，在别人面前表现成这样。对的，是的。然后就会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所以其实大家都一样，是的，在一个过程当中慢慢拿到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去感受它，去享受跟它慢慢的了解。心灵相融的那个羁绊，对那个过程。我要纠正你一个字啊，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必须要知道的是，这个词应该是牵绊。羁绊是一个贬义词。好吧。羁绊是音译吗？我世界观，你可以去查一下羁绊其实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子英之前说特别喜欢那个？对。什么？我们两个什么？就那次也是经受了朋友的安利，说钟离的那个传说任务嘛，然后我就去做了之后，尤其是第2章，我当然喜欢。我要插播，钟离的我都喜欢。我也是，但是谁不喜欢？对呀，但第2章就是尤其的那种，就是我感觉他非常戳我，因为他。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当时惹陀就是快要消散了之后，就是他那个人形和钟离2个人当时在树底下互相聊天的一个场景，其实很简单，但是我觉得2个演员演绎的非常戳我，然后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就是跨越1000年时空的那种，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凝聚在那一个瞬间，定格在那个画面里面的感觉，然后那一瞬间就感受到一种像我们中华文化所独有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看似淡如水，实则是跨越1000年的。然后那一刻就感觉自己的我们的文明好骄傲，就是有为我们的文明感到骄傲，然后以及可以感受到那种厚重感和生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独一份的，非常非常戳我的一个点。这个东西我当时在导的时候就已经我在那里好激动啊，好激动啊，就差拿瓶水顶在头上。现场表演。那你真的好会说啊！那个可以再给我吹个1万摩拉的好吧？我爱听，先上前。说到这个，我也要蹭个热度。你就是来蹭热度的，理直气壮。对。刚才2个那个演员都说到对自己角色的理解，还有试音的一个过程嘛。我其实对空，也就是男旅行者，也是在试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是除了他的名字之外，对他的了解就很空。我觉得我一直在想男主是怎么试音的。其实一开始试音的时候是有台词的，是有台词的。但是吧，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和大家和游戏以及和我一起展开故事的这样一个角色。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说话要怎么去说，虽然都在调侃他只有语气，但实际上一旦有了词之后，我反而会去想，他这个词要怎么样去表达，空的话他应该怎么样去说话，就我会很
迷茫，而且一开始在试完之后，我们主角一开始只有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表同意，然后表高兴，之类的这种语气词吗？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才慢慢加入了很多和派蒙的一些相声，对。然后我觉得和派蒙的那些聊天内容也慢慢的把旅行者的人设和他的故事都慢慢的建立起来了，所以后面我会慢慢的有一点点把握他怎么去说话，但是到现在我都不敢说我完全了解他了。我觉得配空要比配伞兵还要难因为其实当时男主试音的时候是过程还蛮漫长，而且蛮艰难的，因为女主当时挺早就已经选出人来了，对。但是男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我们是经历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选人的，而且也选了一些知名的配音演员来试。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试过这个角色，因为当时给出的版本是保密的嘛。对，因为是非常保密的，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其实试的是这个幸运的男大学生。后来选中了这个幸运的男大学生，太幸运了。对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试音的内容和最后空呈现出来的整个一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也可以说是随着故事的慢慢推进，我们的主人公也在慢慢的就是成长起来，他的内心被解锁了。养成系配音属于是，这个很奇妙啊，形容的。对呀，对我们好像已经避了很多东西了，好认真哦，感觉。对，感觉分享了很多配音相关的内容哦，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啰嗦，就是如果不觉得我们啰嗦，我们可能会在以后的茶会当中会更多的有这方面的一些认真的分享吧。对。然后刚才龙哥也提到了伞兵嘛，然后子英其实还配了女士，愚人众这一块我们待会儿看看还有时间的话，在结尾的时候可以再唠个摩拉的，看是谁的？摩拉。好，现在我们先赶快开始，好吧？好，正式开始哦。本节目是由原神赞助，由林素主持，和原神角色的配音演员们一起探索提瓦特大陆的乐趣，以及和各位旅行者交流聊天的自由广播节目。今天呢，我们也同样为嘉宾量身打造了2个小游戏环节，那么大家就准备好零食和快乐水，跟我们一起来一场蒙德茶会。哈哈，你什么？是蒙德的吗？等等，是蒙德的吗？对，我不是蒙德，不过公子嘛，出现在任何地方，他都不会感觉很奇怪。差时。这个仇我画下来了。安博今天又擅自替我准备了午餐，弄得我就像是个被妹妹照顾的姐姐一样，这怎么像话？这个仇我记下了。还有代理团长，明明自己忙得焦头烂额，还要去理会那些对我加入骑士团不满的言论。算了，复仇时就赏他一个不算难看的败北好了。这是一个不坦率的女人。感觉公子如果去了蒙德，应该会被记很多本吧？对，很多本，确实。好想看那个优拉的小本本，我感觉上面一定就很多很有趣、很好笑的人或事。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就是看优拉的小本本。是吗？抱紧我的小本本。是优拉的小本本。好的，抱紧我优拉的小本本。好玩是吧？才不是，我们都没有看过台本呢。其实呢，就是我会把一些就是优拉会记仇的人或者是画下来，然后给大家来猜猜看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懂了，你画我猜。不要说的那么高级干嘛？不要说就是但是这个是计分制的啊。答对的人呢，他和子英都能够获得1分。但是如果子英没画出来的话，我们剩下的3个人每人都会获得1分。那就是可以相当于子英呢被扣1分啊。但是为了分数不会变成负的太难看，所以呢就还是给其他人加分吧，就是不扣你的那个分了。哎呀，好呀。然后呢，分数会牵扯到我们最后的游戏环节。嘿嘿嘿，这里就先不多说了。总之，尽可能的赢取更多的分数就没有错了。虽然不是决斗哈，但是还是要认真起来的。走神了，完全感受不到你的认真呢。我走神了，鬼！好好了，要认真起来了。
那待会儿呢，我们的 staff 会给子莹3道关于优拉记仇的题目，子莹呢需要一道一道的在30秒之内画出来，然后展示给我们来猜是什么对什么人或者是事来记仇啊。都明白了哦。要开始上题了，第一题士大夫上题。 3、2、1，开始。那为了我们获得更多的分数，我们是不是可以干扰一下子莹？哎，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呀？只要30秒他没有画出来。哎，子莹第一题是什么呀？好像对，哎，子莹第一题是谁呀？不是，你到底在干嘛？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人还是动物？我感觉我们言语好像阻挡不了他。对，那待会要用手这个才行。是你在画什么什么呀？鬼呀？这是77吗怎？么样？现在时间怎么样了？不是，你这能看出来是谁？这是哎，等等啊，哎，这个看得出了。哦，可是你这头，好了，时间到啊！其实我已经放了他10等一下，秒钟这个东了。西是双马好尾吗？灵魂，我怎么看着很像双马尾啊？让我看看。那就是，哎，那就这样子嘛，这我觉得很明显了呀。哎，这真的很明显，啊，红色的可丽。不是，这真的很明显。说到红色了嘛，它不就是这很明显啊！你知道是谁吗？我不是他，他这个真的很明显，但是它是双马尾，我不太没有确定。双马尾啦，他没有。你可以忽略这个的话，他的表情和这个动作真的很明显，是不是？表情是挺传神的，对，动作也很明显啊。有动作吗？有啊，明显有动作啊，这是动作。他这个大剑放的位置那么明显，哎呀，我已经说出来了，是迪卢克啊，那么明显。没错，不是手都没有，大击于动，不需要手，好吧？这个叫抓住了灵魂。所以是那刚才我1分是吧？素素和子莹都有1分，啊，对，快乐。好叮叮叮。那凭实力。好，我们准备开始啊。第2题，第2题，3、2、1，开始。来啦！我觉得子莹的表情好哎，嚣他好张。厉害哦！这什么啊？我看到了蓝色，然后，什么鬼？然后，看到香蕉，好像是那个，这个颜色应该是我觉得我好像已经知道是什么了，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猜对哦。啊，不是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这个人东西啊是。过于我知道是什么了，过于抽象派了我知道吧？是什么了，我真的没有看答案。可是，哎，为什么每次但是如果我猜错了，为什么每次素素都这么但是如果这么快呢？不是，反应过来如果我猜错的话，你也不要。不是，我不太理解它这个正方块是什么意思。时间到了，好，时间到了，能让我看看吗看一看啊，正面我觉。得画的非常的完美。我觉得就是那个呀，你们啊，你们真的不知道吗？这大剑你看颜色这个，不是你们真的猜不出来吗？这个有吗图标很重要。这个形状，这个很明显啊。优拉吗？看这个色儿，77？我不是他是我说了一个我不太理解中间这个东西。现场斗殴。他是说了一个啊吗？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要猜错了。他是说了一个啊吗？对你，先猜呀，你猜猜看，你猜的不是是什么？这个啊，我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呀。但我觉得这个是这什么呀？这是激动树，我就觉得这是激动树啊！我怎么看着像个香蕉树？它哪里像香蕉树？你看激动树是在那个下面对吧？要跳下去的。如果我猜错，就是你画的不好，对啊，对不对？它就好像是非常传神。然后优拉去打激动树的话，又只能物理的话，它还只能行免疫。但是它物理就还可以吧。对对对但是它大部分还是它如果不用物理攻击，但是还好这个图。标我觉得非常的传神，这个图标传神在哪里呢？传神在哪里呀？谢谢，非常传神啊！看不出来。能麻烦您解说一下吗？这是西风骑士团的图标呀！团长，你认出来了吗？团长，严谨一点，骑士代理团长。所以我们是都全场。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如果都没猜出来，就是他画的不好，所以他扣分。对呀，这样的啊，就是我们都得1分吗？是。这是我的得意之作。秋刀妈的，这不所是优拉以这是到底吗是什么？是对啊，这是明明就是他画的不好。这是加入骑士团之前就是优拉跑去骑士团门口喊着要复仇啊！可是不对啊，我们的题目是就是优， staff 给你，那这1分是不是可以算 staff 扣1分？我们全体都得1分。我同意，我们4个人都得1分，好不好？好耶！好耶！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下午都1分，都1分。那我们进入第3题吧。
哎呀，第3题好难画呀，可恶啊！第3题，但是开始计时。不准偷看答案。我看到于栋想偷看我答案，没有，我那待会儿要说瞄了一眼什么不，算。他如果说出来也不算。就太黑了，看不到。现在颜色好像和上一个好像有点像，绿的绿的。不是绿的，跟蓝的哪里像了？对不起，我离它比较远。绿的那哎，那不是我头发的颜色吗？哎，这个猜错，你们都不是人。没错，我也觉得。这个如果你们猜错，都不是人。我知道了，天空之晴。天空之前嘛，这不是个袋子吗？啊，你不是人。这不是个好吧？哦，双马尾，怎么都是双马尾啊？双麻花辫应该叫。你写的是什么？等会儿啊，这个我要再来。哦，哈哈哈吧。哦，哈哈哈。这个怎么样画完了？哎，你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你知道吗？你画了整整1分钟啊！这个旁边这个根本就不用画，好不好？你就是想再画一个优拉，是不是？这是我记仇的点，这是他让我记仇的点，他让我笑了，可恶啊！2个绿色的辫子，那么明显，手里还拿了一个琴，一看就是卖唱。对呀，就是那个这太容易了。不过他画的好好，画的也不好呀，就是特点。我还以为是个钱袋子呢。如果是不是我平心而论，如果是我是不行的。怎么样？画的还没有办法在30秒之内画出。小画家，不愧是好的。哎，那这个我们都得分吗？我们都答出来了吧？都猜出来了，都猜出来的话吧？我猜出来了呀，不是我们我当然猜出来了呀。那又大家都有分对吧？1，好了，好的。那我们现在的分数是子莹3分，我3分，动宝2分，龙哥2分 ，staff 0分 ，yes， 不是负分吗？不是负分吗 ？staff 负分。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100个人眼中就有100个达达利亚。只要能让我变强，神之眼也好，邪眼也好，石城深渊的罪人也好，都无所谓。哎呀，你说的这些能变强吗？怎么感觉变成移动了？怂什么呀？有一说一啊，我在看那个达达利亚的那些视频的时候啊，我觉得啊，全都是他能干出来的事情的。我也觉得。当我们谈论公子会不会 OOC 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呢？OOC 不存在的。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听不太懂呢。什么意思？毕竟是能在一场战斗自带3套衣服瞬间变装的男人。没错。那么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为了维护达达利亚的偶像包袱，证明达达利亚并不是无论如何都不会 OOC 而设立的啊。这个环节，这是能证明的问题吗？什么意思啊你们？规则就是每一轮我们都要提出一个达达利亚如果做这个就一定会 OOC 的方案，然后互相投票，再加上场外 staff 的票数一起这个，然后呢，提出了这个失败方案的，就是被大家认为这个最不 OOC 方案的这个人呢，就会被扣1分。好耶！同时我要说的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票数是1票算1票，但是 staff。这个 staff 到底是哪里来的啊？带资进组。对啊，他带资进组吧。staff 的这个1票等于5票。哎，等一下，你们把屏幕放在了明面上吗？那岂不是 staff 投谁就必输？哎，我们假装不知道，简直了，快乐。那我们这个游戏就只能在假装不知道的大前提之下来玩一下了啊。什么？我们假装一下 ，staff 就是神。好，那我们就给大家10秒的准备时间，好吧？先来第1轮，准备10秒钟。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认为他做这件事一定会 OOC 的这个内容写在答题纸上面。然后呢，我倒数结束之后呢，我们一起举牌子。好，好，看。公子一身肌肉，赤裸上身，再拿1记守卫列举重，是不是很 OOC 呀？欧吗？欧个锤子，挺合理的。来，哪里合理了？一点都不 OOC。我想的是用托克换取接下来的神之心。啊，这个哇，你好狠啊！有点问题哦，有点意思，哎，有点意思。然后我这边的是给愚人众小弟上课的时候带着托克。这个不 OOC 吧？我觉得剧情里面就有哎。可是他可以跑过去说我是来传授你们那个玩具经销商的基本技巧。对呀，这个限定条件上好吗？
上愚人众课的时候，就是什么战斗之类的课的时候，好，我说我的。好，公子照着镜子说：“我长得一点也不帅，很沮丧。不是，哎，这个很 OK，这个太好了，公子才不会呢，他怎么可能觉得自己不帅？就是好，对啊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投票了，进行投票了投票。这轮很明显吧？对，我觉手得指对吧？对对对，明显是龙哥嘛。对嘛，对嘛预备3、2、1，不是，你们刚刚说好的，明显是龙哥。谁跟你说好的？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移动等一。下，哎，一身腱子肉就很壮硕的那种哎，在练举重不是很 OOC 吗？没有啊，我们觉得是公子能干是公子能得出来的事儿干得出来的确事儿。实，然后 staff 完也全不对，选了移动，画风都不太对。所以现在移动吗来，我们来计分啊，耶移动是扣一扣了1、2、3、88分，对，移动减8。不是，我才2分，为什么会减到8分？龙哥，你减了1分，因为于动刚才指了你。哦，啊，这你还要这样伤害我是吗？没错，啊，我们的分数能达到负6分这么夸张？当然了，是没不要带个闷字，是你。对。好，我们现在进行第2轮啊。我觉得这回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打格斗游戏被玩家虐爆以后，在黄金屋里边堆摩拉边哭。这不是主线剧情吗？哎，明显上一轮龙哥你的才是主线剧情，我这个就很 OOC 啊。有请子英。我写的是公子和伞兵手牵着手逛到期，滚！这个我必须要说，这个不 OOC。为什么？哦伞兵怎么可能跟你手牵手？我们很可能是在执行一些某特殊的任务啊，对不对？还蛮 OOC 的，啊，对吧？哎，你还蛮想得出来的哦。对吧？伞兵都说了就摸着他，最不靠谱的同事。对呀，拜托了你们。那给我给点活路吧然后我这边想的是，他非常严厉，非常凶，然后一边骂托克，一边辅导托克学习。我觉得有可能。你怎么这题都不会？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作为公子，对，作为托克的哥哥，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其实我觉得有点这个有欧了就很难说，你也有可能就是前一秒他在那边非常不耐烦、非常凶的在辅导弟弟学习，因为做的不好嘛。对呀。但是后一秒托克眼泪汪汪看着他，然后他就心疼了。心疼了，马上。你看，没你看错，你最 OOC 了。对，这次还没说呢。对，我还没说，我想出来的是公子跟钟离一起去打惹驼，钟离一个人上去打，公子在旁边非常肃穆的给他唱打惹驼的背景音乐，是背景音乐那个人声吗？对，不，那个风格不适合公子。这是什么？这个画面有点怪怪。可以，上去打人，你欧那了人家都同意我很欧了。对呀，欧的很嘛。认证。那现在是不是该始投票了？投票了呀。哎呀，我觉得我的票数都是多余的，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没有办法，不是你想我们这个游戏我想的很 OOC 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游戏有必要做这环节吗？直接他输不就好了？刚才已经没有投票了，你发现了吗？你觉得我这一票投给谁会比较好呢？没有人，没有其他人有分。不是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别名迫害鱼洞不，是我们还需要第3轮吗？根本已经不需要了，他不可能翻身啊。我可能会负到2位数哎。那我们来试试看吧，好吧？那么我们进行第3轮啊。好。我这次决定用一些比较逆反的一个思维。我的答案是和芭芭拉组成偶像组合，在提瓦特大陆出道。公子唱歌，芭芭拉伴舞。是不是很 OOC？ 就是你想一想，就是这种好像不 OOC 的东西，它忽然就正式出现了，就很 OOC， 对不对？公子不管是唱歌还是伴舞，我觉得都不欧哎，都挺不是就是 B 站上面99%的稿件不都是这样的吗？对啊，他在努力，然后我看到鱼洞在你们要努力。这么想，它忽然就变成真的了，它忽然就变成虽然确实真的了。跳舞的比较多，但是唱歌也没什么不正常。你不行，来子英。我想的是，就是公子天天跟在燕飞的屁股后面学习法律条文，每天背诵法律条文。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其实还好，我也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公子会是个好学生。什么？背的出息是一回事，跟着背是一回事。对，是吧？点出了那个一针见血。有道理。
假装成独眼小宝大魔王给托克写信，然后给他庆祝生日。啊，这不是这不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吗？这不是剧情吗，这个完全不欧。哎，这算送分了吧？没有，我是故意的，我想看一下还会不会全都是。好的。我觉得这算送分了，大家给点默契。哇，这个好难啊！这一轮你们都不 OOC， 那我就是那个公子为了获取托克，大家都跟托克有关系。为了获取托克进一步的崇拜，在托克面前表演了变身。我觉得这个也不欧哎，好像还好。我就是这么看，哎，看哥哥多帅，哎，这个好像就跟你刚才那个，就是那个。反正他如果有个大前提，跟愚人众带小弟上课是一样的。如果他是说我是变了个魔术，对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也觉得好像不是太欧。但是因为你们实在是太不欧了，都不大欧哎。我觉得大家这一轮好像都放弃了，就直接随便想了一个。因为要想一个他不 OOC 的事情太难了，要在那么短时间里面想出来，真的太难。那我们投个票还要投吗？我还是觉得我第一轮的第一条会。那我们就先投票把鱼洞投掉吧。还要投吗？对，把它投了嘛就好了呀。那3、2、1，哎呀，不是这一轮龙哥明显是送分嘛。但是你这个也挺难道就不呀，送分了吗？好像就满足一下你嘛。对啊，可恶！付多少了？鱼洞他给我扣成了0。啊，他指你啦？对啊，他们说我送分呢。哎，这明显是送分啊。那现在最后得分是子英3分，我3分，动宝负22分。那个22，龙哥是光头0分，好，斯大夫是负1分，好的，那最后现在结局就很明显了。人和人的分歧。好，那么最后就是对吧？鱼洞输了啊。不要紧，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反对，这是黑幕。你是最棒的，不是你是最胖的，是吧？为什么斯大夫每一轮都投我呀？我们来玩游戏吧。好耶！人和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呢。轻轻松松的提瓦特之旅。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规则。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思思这每一个字都毫不掩饰喜悦的语气，真是太令人共鸣了。没错。哎，玩游戏了。我们之中得分最高的人，也就是我或者子英，可以使用早柚。然后呢，得分最低的人也就是动宝，使用自己配音的角色公子啊。你看，上天注定你要使用公子的。其余2个人呢，一个人可以使用任意火元素神之眼的角色，另一个人呢充当留影机来记录下这一切。充当留影机还行，那不就我了？男主啊，男主的主要功能。然后呢，我们会在风起地的草原上面，先由火角色点燃草地，然后呢，早柚就滚过草地变成风火轮，所到之处就都会燃烧起来嘛。燃起来了。那个达达利亚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先把它搞成残血的那个状态，所以它需要躲避早柚的风火轮。躲避过程当中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水元素技能或者是瞄准射击来加快灭火。否则呢，就可能会被烧死啊！只要能坚持1分钟就能获胜，有3次尝试的机会。等下残血是多少血？我想问一下。如果是1的话，1吗？真的吗？真的吗？这个就要看 staff 有没有这么善良了。听起来好有趣哦！听起来好有趣哦！听起来好有趣啊！那如果鱼洞挑战失败的话呢？我们就有好看的了。让我看看，我看看，什么东西？我走一下。好，现在就是鱼洞的第1次机会。我这边是给大家带来现场实况的摄影师。我可以看到可莉在狂炸，不知道炸什么。反正把周围都点燃就对了。对。哎，公子早柚哇哦，早柚狂烧的。哎，等一下。一条命。不对，不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那第1条命死了。哎，我以为，哎呀，超速速，开始。哎，来呀，来。哦。哎，
哎，等一下，我为什么身上附着物为什么去不掉？哇，直接开大！哇，公子开大灭火好快啊！喂，我不管。哎呀，不对，不行，不能。给我烧它！你不带蹦上石头的！哎呦，撞石头了！别跑！这可能。啊，看起来还是有点难度哎。对的。对呀，灭火好快哦。公子，你灭火太快了吧？消防员嘛。灭火队，我不管，不行，不能让他一让他给直开大。装到了。先烧一会儿。你们让我自己烧死就行了。先烧一会儿。好像快到了。那待会儿第3条测试的时候，得让他把血量再调回刚才那个。对的。不然。对呀，很轻松嘛。而且我可丽腿又那么短。加3回了。而且我这腿也很短啊。你不短了。其实火力全开也没什么用啊。对呀，我开大没用的，我应该用个香菱。好了，时间到，那第2轮公子胜了，存活。哇，我们烧了一大片。那我们现在第3轮开始，这是决胜局了，这是。好，到这个加油！等一下，哎呀，到这个上面，开始了吗？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吗？早用，快配合可丽。我来了。嘿，公子呢？急顿走。公子灭火灭得好快。嘿嘿。怎么这样？得而复失。哎呀，太惨了。哎呀，不错，累死我了！今天真是充实的一天，超级充实，而且感觉又更了解了优拉，尤其是达达利亚呢。没错，真可爱，爱了。是的，爱了。你爱什么？当然是公子他的姣好的面容不是，是因为他能变身。我超喜欢他变身不，也不是，是他的性格。这我以为他要唱了呢。那展开讲讲呗，先来个五摩拉的，就是那种他的神秘感，接触他不会感觉到累，也不会有负担，因为他不会故作深沉，就是你能看出来他会有所保留，但是他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且还会给你花钱。这一点我也可以喜欢。确实。当然，我剧情里面最喜欢的还是10秒名场面因为当时这个就是情绪很复杂，配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之后打斗的场面，演出真的是当场帅哭。坤哥，就是打之前，你知道，就打之前，他回头的那个眯眼笑，再结合 BGM， 一瞬间，哇！就是你看到他眯眼笑，你就觉得，就不管他之后要干嘛，就别管发生什么。就在当下，他这眯眼一笑，好了，你们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吗？我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他已经傻了，他已经进入自己的这个，就是看来我们的动保这个准备的真的是一点都不认真也不充分的难题子音不要输给他啊！你也来聊一个那个优拉的萌点吧，来个10摩拉的，这也能卷。尤拉的话，我很喜欢他的性格嘛，然后以及我觉得他做的选择也非常的牛，他属于那种经历了人世的冷暖，然后但是却依然选择了坚守本心，然后面对自己的家族曾经的罪孽呢，他也是敢于直面以及去接受的，而且并且呢，他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对得起自己内心，同时呢对得起家族最初信念的这种决定和行动，然后并且呢，我觉得他非常珍贵的一点也是说，他的内心保留有了一份就是那种善良，我觉得这样非常戳我，就很可爱。哦，对，还有就是，我记得优拉有一条是对砂糖的语音吧，然后就是砂糖好像做了个什么东西害他被暴露了，然后被13个秋暴徒围攻，我记得，然后对他反而是没有记仇的。就他前面小本本上乱七八糟记了一堆有的没的什么不重要的事情，完了这种
正儿八经害到他的东西，他反而没有去记仇，然后反而就是还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我也没受伤什么的。然后以及他当时在雪山别别扭扭的给派蒙送热牛奶，这点我是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你看他那张脸，你再看他说的那个话，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来呢？但是仔细一想想，这就是他可爱的点啊。总而言之，又真实又可爱，对，这个真的是说出了萌点了。你看，于栋说萌点又输了。我有别家的，就是二创的大家给他赋予的萌点，对吧？就是可达鸭呀，什么冲浪之类的。那是大家给他赋予的，对，又不像于栋一样，好像也是。每个角色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嘛。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去探索自己喜欢的角色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原神吸引我们玩下去的一个动力吧。就是为了挖掘自己喜欢的角色、喜欢的故事，为了期待这些角色后续还会有怎样的发展，对吧？没错没错。好了，我们这期真的好长啊！虽然聊得很尽兴啊，但是也是时候和大家告别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吧！再见，拜拜。各位父老乡亲，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达达利亚最好的至东玩具销售员给家人们送福利来啦！独眼小宝玩具原价100万摩拉，现在一律只卖999摩拉，只要999，幸福安心全部带回家，通通只要999。同样的小宝比质量，同样的质量比价格，过来走一走转一转，这里的小宝最划算，逛1000家跑万家，价格最低是我家。孩子精神老不好，头疼头晕还烦躁，有了我们可爱的独眼小宝，一口气自学到科科分数爆表，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心脏得跳，心脏砰砰连连直直跳。喂，雷水哥啊，什么？已经卖出250份了，家人们，数量不多了，先到先得，别再犹豫，赶快过来抢购吧。